ما در مقابل هیچ قلدری سر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فقط من این کارو نه، همه شیرزنان ما و جوانان ما و نخبگان ما و اونایی که غیرت و مردانگی دارن در مقابل هیچ قدرتی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قتی داره میگه ما موشک داریم و بمب‌هایی داریم که تصورش هم نمیشه کرد، ما باعث جنگ و خونریزی هستیم یا شمایی که اومدید ب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میخواهید اسلحه و بمب و موشک بدید؟要说这伊朗啊，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中东这片的扛把子呀，那是啥事都想插一脚。结果呢，这最近发生的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用一句大白话来说，那就是成也野心，败也野心。哎，谁能想到，在这场国际闹剧中，输的最惨的居然不是一开始看着就要倒霉的印度，反而是这个一直想要当老大的伊朗。更让人心里犯嘀咕的是啊，在特朗普的软硬兼施下，伊朗啊竟然主动说要永远不搞核武器了，就为了换美国答应他们一个条件。这听着怎么就那么像当年乌克兰把自己的核武器给废了，哎，结果被人家欺负那叫一个惨呀！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96年乌克兰在美俄两国的忽悠下，主动销毁自苏联继承的所有核武器的真实影像。据统计，乌克兰共销毁176枚洲际弹道导弹，拆解44架战略轰炸机，并将所有1900枚战略核弹头移交至俄罗斯拆解，部分浓缩铀等核燃料则出售给美国。自此，乌克兰正式成为无核国家。而美俄两国防长在观看到核导弹发射井爆炸后，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然而和预想不同的是，契合后乌克兰并没有得到如约定的和平与安定，尤其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暴露的无核化的脆弱性，使乌克兰丧失对俄威慑手段，导致乌克兰国内普遍认为契合是历史性错误。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指出，乌克兰契合是大国地缘博弈下的牺牲品。前阵子啊，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俩哥们儿又掐起来了。这事啊，本来跟这个伊朗是没有什么毛线关系，结果你猜怎么着？伊朗这老兄非要往里面掺和。更离谱的是啊，他还站错了队。你想啊，巴基斯坦跟咱中国那是铁哥们儿啊，这伊朗啊，他跟中俄的关系啊也不错，平时也是称兄道弟的，按理说怎么也得帮着巴铁说句话吧。结果倒好，伊朗扭头就跟印度签了个啥全天候战略伙伴协议，可把巴基斯坦给整懵了，这心里都在纳闷呢。哎，我的老天爷，这伊朗啊，他是不是脑子瓦特了？这事儿一出，伊朗在国际上都快成笑柄了。你说你一个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你不去帮着同样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你反而跟信印度教的印度啊眉来眼去，这算哪门子事儿啊？简直就是拎不清啊！伊朗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他们呀是想借着跟这个印度套近乎，顺便也想跟美国那些西方国家抛个媚眼儿，指望着在核问题谈判桌上能捞点好处。结果呢，人家西方国家精着呢，哎，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印度自己那摊子事儿还没理清楚呢，哪有闲工夫帮你啊？这更要命的是，伊朗这一出啊，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给得罪了。巴基斯坦可是你家隔壁邻居啊，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么搞啊，这以后见面多尴尬呀！所以说这次印巴冲突，印度啊可能没有捞着啥大便宜，但伊朗绝对是亏大了。伊朗一直想当中东一霸，到处插手，又是支持什么哈马斯，又是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结果呢，这些盟友啊，要么是被抛弃了，要么是没啥用了。伊朗现在是四面楚歌，力不从心。他们还想在波斯湾、南亚、高加索地区都掺和一脚，哎，结果兜里没几个钱啊，那根本撑不起这么大的摊子。说白了就是啥，野心太大，能力不够，玩脱了。你看啊，那个爱折腾的特朗普又冒出来了，跑到中东啊一通忽悠，又开始威胁伊朗，说要让这个伊朗的石油一滴都卖不出去，彻底让伊朗破产。特朗普这招啊，就是想逼着伊朗啊彻底放弃核武器，让他们永远都翻不了身儿。哎呦，这老家伙真是个狠角色啊！面对美国的狠话，伊朗好像是有点扛不住了，开始放软话说，可以保证以后绝对不搞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不会向任何霸权低头，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沙特活动上有关用更严厉制裁来威胁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言论。شعار بده ما خواهیم ترسید و در مقابل وعده‌هاش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ما عزت و سربلندی این مملکت رو با هیچ کی معامله نخواهیم کرد。不过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沙姆哈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伊朗将承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销毁可用于武器化的高浓缩铀库存，同时仅将铀浓缩至民用所需的较低水平，并允许国际核查人员监督这一过程，以换取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当被问及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是否愿意立即签署协议时，沙姆哈尼给予肯定答复。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最高领袖核心圈子就伊朗达成协议的期望和意愿做出的最明确公开表态。这不就是变相的投降吗？这跟这个当年乌克兰听信忽悠把这个核武器都给销毁了有啥区别呢？乌克兰为了换点这个经济援助和所谓的安全保证把自己的这个武装都卸了，这结果呢？还不是被这个俄罗斯欺负的找不着呗？前车之鉴呢，这消息一出，全世界都炸锅了啊！有人是骂伊朗啊，说自己把自己给废了；那有人说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事背后的连锁反应搞不好会让中国在中东的布局一下子回到解放前。说白了，美国就是用经济手段来卡这个伊朗的脖子，逼着这个伊朗低头。不过这个伊朗他也不是傻子他们提出的有条件契合方案里也藏着一些小心思。只要这个制裁一解除，马上就能拿到一大笔钱，这个石油呢也能多卖不少。这听着好像就是用核武器换钱，但美国以前说话不算数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谁知道这次是不是又在忽悠伊朗？要是美国和伊朗真达成协议了，那以色列估计要气疯了。你想那些这个跟美国对着干的武装组织要是都消停了，那美国在中东那不就更嚣张了吗？这更觉得是沙特阿拉伯这一看特朗普来了，立马就送上几千亿美元的军火大单这摆明了就是要跟着美国混想当中东小北约的老大呀。First major foreign trip is to Saudi Arabia, Qatar, and UAE.Not because these are most important allies, not because he's going there to talk about making the Middle East more safe and more secure. No, his first trip is because these are the three countries that have agreed to pay Donald Trump money. Trump is going to collect tribute. What is the going rate right now to buy access to Donald Trump?For Qatar, it's a $400 million luxury plane. Acceptance of the luxury plane from a foreign monarch is basically the corruption. 现在连土耳其也偷偷摸摸的搞核武器，整个中东眼看着又要乱成一锅粥。咱们中国在中东可投了不少钱，搞一带一路想用这个人民币买石油，也刚是有点眉目。结果这个美国突然来这么一手，这伊朗要是真倒向美国，咱们和这俄罗斯苦心经营的反美阵线都要裂开了，这俄罗斯那边可能还能撑一阵子，毕竟还有乌克兰的事在拖着美国。但咱们在波斯湾的布局可就悬了。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大部分都是用人民币结算，伊朗要是变卦了，这条能源生命线随时可能被美国给掐断。更麻烦的是，这个美国要是搞定了中东，肯定要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什么贸易战、科技封锁、台海问题这些招数可能会比以前更狠。不过咱们也不是没招王毅外长最近拉着中俄伊开了个小会，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中心意思就是说，要谈大家一起谈，不能让美国一家说了算。这招还是挺高明的，既给了这个伊朗一个台阶下，也防止美国独吞好处。其实咱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就是和这个伊朗签的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石油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这比用这个美元更保险再说这个伊朗人他也不是傻子，他们嘴上说放弃这个核武器，那背地里肯定还在偷偷搞研究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戏法，那玩得好就能左右逢源，玩砸了那就是满盘皆输。所以说现在的伊朗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彻底倒向美国当个扶不起的阿斗，还是说硬着头皮顶住美国的制裁，坚持发展核武器保卫自己？这事还真不好说，毕竟伊朗那个最厉害的最高领袖还没最后发话呢。但对咱们中国来说伊朗这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谁也不是傻子，谁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咱们得多个心眼既要防止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咱们的这个能源安全，也要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可能更狠的招数。说到底，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就像是
高空走钢丝啊，伊朗在拿国家的命运赌博，美国啊在秀肌肉，咱们中国则得好好的谋划未来。至于伊朗最后会怎么选，咱们就等着看热闹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我是小懒，记得订阅、点赞、关注哦，感谢您的支持。